这个牛肉汤闻着还挺香的。里面好像好多乱七八糟的东西。Scone，咸的蝴蝶酥。这个酒店的装修看着很帅耶。哦，走过了，嘿嘿。舒服，终于到了。这有拖鞋，这个水吧。哇，这个卫生间哦，这是干湿分离的，所以另一个哎，哦，这还有一个水池，然后这是淋浴间。我们昨天长途跋涉，从多伦多到荷兰转机，然后来匈牙利，然后2趟航班都晚点了。那我们小逛了一下这边的街区，还挺漂亮的。多瑙河畔的街区，这儿的吃的还挺丰富，有酒吧，各种快餐也有，满街都有的烟囱卷。春卷，对，但还挺贵的。我们现在就去坐地铁去温泉啦。我们泡完出来了。这是我们的浴场，布达佩斯中心公园大浴场。叫什么塞切伊温泉？大浴场，温泉不能叫温泉。这应该是最有名的一个吧。我们是早晨去的，所以人不多，感觉到8、9点的时候，对，9点开始人就开始变多，人好多。它里面还蛮多池子的。整体设施的那个维护还挺好，没有一种几百年的大浴堂全是水垢的感觉，整体都还挺干净。外面的池子水不是很热，所以泡着还可以。里面有一个比较热的池子，在最边边。这边是不是英雄广场？哦，所以它是一个圆环。这是那个跟 Queen's Park 很像的地方，叫 Slovit Hosi Imelakumu。先去看喷泉，走。嘿，哦，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光艺术馆。这还有一个18禁的馆哎，去看了那个18禁的那个屋子，它是一个电影，而且是一个非常长的电影。它是一个很奇怪的那种3D 小动画，做出来了一堆就是非常奇异的组合，比如说什么豹子身上长了个人头，然后这个人是一条狗，然后他在什么狗狗比赛里面得了第1名，然后突然场景就会切换成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神在打架，然后放电，然后神把那一个人电死了，就非常抽象，特别抽象，非常的没用，给大脑增加了一些毫无用处的信息。不知道晚上梦里会不会再见到他们。应该是他们的 Parliament， 他们的政府大楼。哦。来吃一个 Langles， 是 jam 的。闻着挺香，
品促进食欲。不好切吗？没有很好切，这应该直接下手咬。好，来了。怎么样？果酱酸酸的，奶油的味道完全尝不出来。然后又是一张还挺有嚼劲的饼。Beaver Tails 一样吗？Beaver Tails 是更脆的那种口感，这个是属于更有韧劲的那种口感，很弹牙的那种口感。有点像糖果子，但是没有甜味儿，那就是果酱是甜的。有种摸起的感觉。嗯，匈牙利版摸起。炸的母体。这是一个碾碎了的蘑菇的蘑菇汤。挺香。哦，它这个 soup 就没有那个小疙瘩。对啊，对啊，就是它另一个那个 stew 才有小疙瘩。咱们昨天喝的那个不也是 soup， 但它有小疙瘩。它那个，但它是豪华版。我怎么觉得没有昨天那家好喝？你尝尝看。好，确实它的香料没昨天给的多，然后它的汤主要是芹菜味道。我觉得昨天那所以个肉汤和番茄吗还是什么的？对，这个应该也有番茄，但是它的芹菜味道太重，就它层次没那么丰富。咱们可以货比3到4家。好，明天再找一家。再找一家。我们今天去布达转一转。去大碉堡。渔夫堡。吃个早点。这家店 feel 还可以，店员也都很 nice。这是 chocolate fudge 吗？没有，这是 brownie， 这还不错，挺好喝。对我来说有点甜。它巧克力的味很重。对，所以我觉得它尝得像 fudge。主要它这儿的鸡肉卷比它的甜品便宜，而且它的鸡肉卷看着还不错，所以让我看着要点一个尝。它的 mango cheesecake 看着也还不错，但它居然是凉的。哇，过去了好大一波人。这儿是什么很适合学生旅游吗？英雄广场全是旅游团。你刚看隔壁桌，对柠檬茶很好喝的样子，也点了一杯。但隔壁桌他们是当场喝的，他拿了一个很漂亮的大玻璃罐喝，看着很爽。它居然是梅子味儿的。还挺好看。哇，爬上来好累。这个金色的插针好好看。这根黑金配色的这中间这一根独树一帜。别说从这个角度看多瑙河水还是有这么一丝丝的蓝的，还是我墨镜的问题。好吧，是我墨镜的问题。放那边。这不得不说，加拿大国内这么多欧式建筑，还包括去了冰岛，并没有。这个是我看到第一个进来说，哇，真的好精致的感觉，感觉又干净，纹理又很细致，感觉它那个，然后这个顶还有五颜六色的，这个算什么大理石嘛？然后它的配色就让人看着很新，对，很舒服，没有那种陈旧的感觉。感觉这个屋顶真的好漂亮，然后它中间又放了一个这个黑色的一根
茶楼，然后香槟，哇，就感觉这个配合真的完美。但是我找的店都还不错。又来吃个上午茶。第2顿早饭。因为下一个景点11点才开，所以准备等一等。没想到逛了早上这么大一圈，现在才10点不到，感觉早起时间过得好慢哦。它这个感觉是奶的味道不一样，也还不错，有股特殊的香味。对，到现在喝的3杯咖啡没有难喝的，都挺好喝。它只有上面是那个 pistachio， 底下中间不是吗？中间有呀，在这儿呢，你没咬到。刚从那个里面出来了，有何感想？好可怕！走进去，下楼那个楼梯就很陡，然后往下走就瞬间那个凉意就上来了，然后下去以后，它里面那个氛围渲染的还挺，它有 BGM， 对，它会有那种很阴森的，然后它里面还会放，就是一些之前那种高官贵族的那种蜡像，然后配一些歌剧。然后这个歌剧会把那个氛围烘托的更加诡异，感觉这个地牢之前就是关那些抓来的敌国那种高官贵族放在这个地牢里，然后跟别的国家谈判。然后里面还有一只吸血鬼，里面有一个吸血鬼的那种隧道，然后搞了好多小恶魔，比较恐怖的那种氛围灯，然后走进去有一个那种关吸血鬼的地牢。就外面30度，里面可能也就10度左右吧，然后那个氛围下就会让你的3指狂掉，然后转完一圈出来，太阳一晒就会觉得哇，浑身轻松。哇，这只乌鸦好肥啊！这个它只卖往返票，不卖单程耶。我们决定走下去，来吃个午饭。这是 fruit soup， 这是鸡汤。鸡汤啊。好香哦。这个还挺缓解疲劳的。这鸡汤闻着感觉还挺不错，是那种好鸡汤的香味。感觉这跟中餐的鸡汤还挺像，不是那种，它里面居然还有面条，不是美国的那种 chicken noodle soup，就是纯鸡汤高汤冲出来的那种感觉，有股生的味道。6勺。对，生的。不错，比我炖的好。哈哈，尝尝看。它又酸又甜，这是什么呀？哇，黄桃。黄桃吗？对，感觉是黄桃的味道，就味道是黄桃的味道，但是它应该是 beets， 它这个颜色肯定是 beets， 然后它是跟黄桃一样的那种腌过的水果炖的汤，感觉是腌过的葡萄。
还挺特别，对，有酸酸的，但又不像，但有，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cream 的问题，它有股奶味儿。这是鸭腿，看，这个橙子是应该挤上去的吗？我觉得不是。你居然不先尝肉？我想试试这个东西能不能配它吃。它没有味道，是吧？这皮还挺酥的，但是肉感觉没有特别入味儿。我觉得还可以啊，它的皮很香，对，它的皮很烤得很透，但是它里面它的鸭味很足，它的鸭的肉可能我香，不太喜欢这么干巴的。它的鸭的肉香味很好。我觉得它这个油封鸭做的比咱们在多伦多吃过的大部分的油封鸭都好吃，没那么干，它很嫩。油封鸭，它很嫩。这油封鸭吗？这不是感觉是。油封鸭。这菜就感觉正常，但这个鸭，我觉得做的还挺好。它的猪排挺香，米饭。它的猪排炸的也挺香，然后它里面还包了 cheese， 还包了培根，感觉是有点那个日式炸猪排的感觉，但是感觉是匈牙利菜，匈牙利菜炸猪排，那也是德国炸猪排。是啊，感觉炸猪排好多地方都有吧。有点咸。它味道主要都是来自里面的培根，它外面这个猪排没有腌过，所以基本上你要靠培根的那个咸味。那试试辣酱拌饭吧。这个应该配辣椒。它米饭是那种长米粒，所以不是很沾味道，因为它的米饭的味道很重。那所以这辣酱应该配什么呢？配汤。感觉也不是很搭呀。我们准备上这个山看一看，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日落哎。月亮。那这里月亮现在好早。山上居然被围起来了，在建筑，不过这个瞭望台还开着，还挺多人哦。这能看到什么吗？啊，连日落也看不到，日落都被树挡住了。其实那个视野能看到，日落被对面的山挡住了，就感觉这个地方不适合看日落，它两边都是山。那个瞭望台只能看到河对面的一小块，雕塑也看不到，不知道上到雕塑上面能不能看到一点。确实，它这个 construction 感觉还要一段时间了，它整个围起来，感觉要完全大装修。是的，一整个山顶被围起来了。这个山上下来有一个餐厅哎。这个餐厅的 view 感觉很棒的样子。这儿录那个渔人堡会被这两个杆挡住，你再往这边来一点。那个上面没有灯哎。哦，是不是？哦，这个有灯，这个小雕塑有灯，上面那个雕塑没灯。还在修呗，说明还没弄好呢。但讲道理，这儿看那个堡只能看到一个尖尖，并没有近看好看。近看真的好好看。好虚哦。我刚想拍这个桥，结果11点准时熄灯，都黑了。今天
天准备充分利用我们的那个Day Pass 公交车票，准备坐公交车穿越全程。现在去最近的那个公共市场逛一圈。中央市场来的。走，走起，喝杯咖啡。哎，好大一杯，比我脸大，跟我脸差不多大。甚至就是它杯大奶多了以后，它咖啡味道就被冲淡了，但也还行。来中央市场逛一逛。哦，这儿有卖烟囱卷。卖糖的，你要尝一个吗？好呀，牛角包，好多家店卖鹅肝呢，可以货比三家。路上都是小商品市场，各种纪念品。你尝尝这个，好热，这上面感觉楼上比楼下要热很多。这是柠檬汁吗？对，柠檬汁。还有点橙子，然后薄荷的味道，很清凉。他家这个味道又有点不一样，他这个香料味有点太重了。那果然那家100年 recipe 吃到现在还是确实是最好吃。哦，还挺这家就太咸太重了。哦，确实味道有点重。还好买了柠檬汁。哦，而且它居然是塑料吸管。哇，这家真的好咸啊！居然是咸的。咸的吗？不是啊。是吗？甜的呀，就是没有很甜，它就是香料味道重，香料味道给的足。对，酸，有点酸。它这儿还有大猪肘5500，但看着有点干吧。但它这碗牛肉汤的料还蛮多的。对，它是大锅煮出来的，可力的，断了的一个角。哦，它这个有点酸，它里面有梅子之类的感觉。反正有一个很熟悉的味道，但是我又说不出来。哦，喝得我一身汗。还好有这个柠檬茶。柠檬茶，这柠檬茶虽然说它也没有多柠檬吧，但是它还挺解热的。它有薄荷，所以它还蛮清凉的。最主要它是冰的。这个牛角，经过我们反复细细品尝，终于得出了结论，它和国内的白果月饼味道一模一样，所以吃到后面有点腻。这地铁站也还挺好看。下飞可以。哎，这么大一个，这人才500，好便宜哦。外面还有一个小公园。它好大一个。它闻着很香。它比当趟那边便宜好多，便宜1半多。海底汤，这个才1400。但是这个地方好像就是很地道的，得用手撕着吃。我烫。我们点的是 cheese and sour cream。当趟这个卖3400，这儿卖1400。感觉出了当趟那个圈和景区就便宜很多。哇，它的 sour cream 和我想象中的味道非常不一样，有一种就是无糖酸奶的感觉。它这个饼自己本来就很弹牙，很 Q， 再配上这个拉丝的 cheese， 就会有一种非常 rich 的嚼劲的口感。我本来以为会跟披萨差不多，但差的还蛮多的。好大！它这一整个得吃进多少油？完了，我吃一口就已经顶起来了。试一下，推荐一下这家，觉得很地道。是一个民族学博物馆，这个建筑还蛮有特点的，感觉像一个滑板公园的感觉。来啦，音乐之家 House of Music， 真是整个室内博物馆转一转。
House of Music。哦，我们买的是这个票，4500。你岂不是听不到我说话了？你那是喊那儿听的，主要戴不住耳机，这个耳机戴的我脑袋发晕。我戴着总掉，容易要一只手扶着耳那好机。不过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还挺好玩的，值得一来。它也玩的挺累的，因为好多地方你都得站着接纳它的信息，就是它那个触发的点都需要你站着。也有几个坐着的，可以坐下来听。第一个那个比较神奇，要一直拍鼓才会有动画出现，挺好玩的。要去那个 permanent exhibition 是4500的。这个牛肉看着好多哎。啊，这个是这是那个辣椒鸡 chicken paprika。然后它也有这个小 dumplings， 然后它就上面一大块鸡肉，底下都是 dumplings。哦，我还以为那是块煎蛋，看着好像煎蛋。反正这个感觉跟闻着和昨天那个牛肉的那个拌饺子的味道很像，香料味道没有昨天那个足，它这个多了一个那个 cream 的味道更淡一点。昨天那个猪有点肉味儿比较重，今天这个就属于没有什么特别的肉的味道。嗯，我尝尝这个。这个比之前喝的几个都要辣呀。是吗？我觉得它也还可以，但是有点粉，就是里面粉粉的。你跟我说这分量是 appetizer， 至少它有，首先啊，它有这么大块的肉，你录了吗？啊，首先它有这么大块的肉，就已经确实它的肉大部分的店了。不过这一碗4000多，哦，里应肉多一些。这一口基本上都是肉香味，所以不算，让我喝口汤。但说实话，我觉得这一家的肉香味大过咱们吃的第一家，所以这个的肉它肉多，41。汤的话各有千秋，这个汤不错，它挺鲜的，它的香料味也很到位，然后就这一碗的肉香味最足，就是它的满足感最高。哦，但是它的香料味确实还比较刚好。土豆吧？不像土豆。不是土豆吗？因为它不烂，但是它跟第一家比的好在于，就是第一家跟它的区别就是第一家里面加了蔬菜和那个 dumplings， 所以它的味道更甜一点。这个就更肉味，对，更肉香味。是的。我们在布达佩斯3天的旅程结束啦，我们正在去下一站的路上。